为什么现在这帮老外到中国一点敬畏心都没有？这句话在各平台的点赞量已经超万人了。哎，你琢磨琢磨啊，这个话问的扎心不？它不光是个问题啊，朋友们，这是个反思呀。这是咱们自个儿在问自个儿啊，咱这到底是怎么了？最近啊，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那个庐山，多美啊，仙境似的呀。结果呢，出事儿了，一个视频传疯了。我跟你说啊，但凡你是个中国人，你看了这个视频啊，你这个血压嗖的一下，绝对给你干到180。这视频里是3个印度籍的游客，仨男的，在这个庐山风景区一个叫爱池的地方。哎，你听着这个名啊，爱池多好多浪漫一地儿啊，估计是大家许个愿呀，图个吉利的地儿。结果吧，这仨哥们儿在里面洗澡呢。你没听错啊，是脱了这个上衣，扑通扑通就跳下去了。那不光是泡着，还在嬉戏打闹玩水啊！哎，我们现在天天都是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自己去玩啊，连个矿泉水瓶子都得攥在手里半天，那找不着垃圾桶啊都不敢扔，咱生怕把这好山好水给弄脏了。结果呢，好家伙，这3位啊，直接给当成自家澡堂子了。这更气人是啥呢？旁边大牌子立着呢，禁止下水，4个大红字啊！你别说你看不懂中文，那底下肯定也是有英文的。那再不济啊，那画个小人打个叉，这总看得懂吗？就跟那禁止吸烟的牌子底下总有人吞云吐雾一样。这仨哥们呢，视而不见，就当那牌子是给咱中国人立的，跟他没有关系。在这个水里面扑腾的那叫一个欢实啊！你以为这就完了？不，有一个3个手里面还拿着个救生圈。哎呦我天哪，你当这是水上乐园啦？你搁这儿玩漂流呢？这救生圈啊，8成还是景区配的，结果成他们的玩具了。这最过分的啊！我跟你说，他们好像在搓澡，还打了肥皂啊！兄弟们呀，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什么性质呀？这水是啥呢？这是山泉水，是景观水，是咱们的宝贝。哎，你拿上肥皂下去搓，你考虑过这水的感受吗？你考虑过下游的鱼吗？这水后面还咋看呀？看你搓下来的泥吗？恶不恶心啊？毫不意外啊，这个视频一发出来，网上的老铁们全都炸了，评论区那叫一个骂翻了天。这都什么素质啊？给我抓起来，罚死他，驱逐出境。这都算是客气的啊！我看着这民怨沸腾的呀，我想，行，这下景区总该管管了吧？这仨老外总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吧？哎，我还是太天真了啊！过了1天，这个景区啊道歉了。哎，你听听这个道歉信啊！哎呀，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对不起大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我们管理不善，是我们巡查不到位，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我们深感愧疚，我们一定加强管理，我们一定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们一定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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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我问你，那仨印度人呢？你这个道歉信里从头到尾啊，一个字都没有提怎么处理这仨人，是罚款了，还是拘留了，还是批评教育了？连报警俩字都没有啊！那不知道还以为是庐山自个儿的管理人员跳下去洗的呢。哎，你说你这个道歉诚恳吗？态度是挺诚恳的，一个劲儿的啊，我错了，我错了。但是这个感觉怎么就这么不对劲儿呢？这有网友一针见血就给指出来了，你这个道歉啊，怎么看着有点卑躬屈膝呢？怎么一涉及到外籍人士，咱这腰杆子就软呢？哎，是不是觉得国际友人这个事儿就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管理失职，你道歉是应该的，但犯事的人呢，你就这么让他们拍拍屁股走了？这下可好啊，这个道歉信一出来，网友更火了。本来是骂那仨印度人的，现在连着景区一块骂，内外有别啊！对咱自己人那叫一个严格，对老外那叫一个宽容，这不就是治不了老外，还治不了你的翻版吗？哎，这话说的难听哦，但是啊，你没法反驳啊。咱就事论事啊，咱也知道这个印度啊，他们有一条母亲河叫恒河，对吧？就像咱那长江黄河一样，这印度人民对那个恒河的感情啊，没得说呀。他们觉得啊，在这个恒河里泡一泡，能洗涤灵魂，能治病，能上天堂。所以啊，不管那个河里面飘着啥，哎，咱看新闻也知道，啥都有，什么牛粪啊、垃圾啊，各种奇奇怪怪的都有。反正呢，不管这个水多脏，细菌多超标啊，他们都乐此不疲的在里面沐浴，甚至还喝2口。咱尊重他的文化，这是他们的信仰，在他们国家 OK 没问题。但是你这是中国呀，是庐山，这不是恒河呀，你不能把你在恒河的习惯原封不动的搬到庐山的爱池里来呀。这是哪儿啊？这是咱拼了老命保护下来的绿水青山啊，是咱自己都舍不得去踩一脚，去污染一丁点的宝贝啊。哎，你自个儿国家的河你不爱惜，跑来霍霍我们的，凭什么呢？
有人说啊，这肯定是少数，大多数来中国旅游的印度朋友啊，还是懂规矩、守秩序的。但是啊，那这种少数事件好像越来越多了。这不是第一回了啊！我记得前2年广西那边也是哪个景区的水塘，也是个老外，也是下去洗澡。还有呢，深圳地铁上也是这个印度人啊，直接开始吃手抓饭，油乎乎的手抓饭，弄得满地都是。这是公共交通工具啊，你当是你家炕头啊？那说到这儿啊，我必须得插播一个我最近刷到的更让我咯噔一下的事儿。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视频啊？就是咱的口岸，深圳的、广州的那口岸大厅里啊，一排队哦，黑压压一片，密密麻麻全是印度老哥。我第一眼看到那个视频啊，我实话实说，我这个汗毛都立起来了。我第一反应是，哎喂，我天哪，这是咋了呀？是这个隔壁恒河水又泛滥了？怎么突然之间哗啦一下，跟潮水似的，全涌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也不知道这是啥安排，咱也不敢问哦。哎，我就是纳闷哦，这帮人他都是咋进来的？来咱这干啥呢？这最开始啊，咱都以为，哎，正常啊，一线城市嘛，北上广深，对吧？人家是外派员工，高科技产业过来搞搞经济，搞搞合作，这叫全球化。行，咱理解。但是你猜我刷到啥更毁三观的？还是广州一个天桥底下有网友拍到一个印度哥们儿在这个绿化带上解决大的。我的妈呀，我真的我都词穷了。2025年了，朋友们，在城市的天桥底下的绿化直接就一蹲。哎，咱就说这个习惯是不是有点太原生态了点儿？这跟在庐山爱池里搓澡是不是一个妈生的？你千万别跟我说，哎呀，这是个别现象，你别地图炮。也别跟我说，哎呀，这是文化差异，要尊重。我尊重他，那谁尊重我们的绿化带啊？谁尊重我们的眼睛？谁尊重咱们的城市环境？那这种事儿啊，它小吗？它背后折射出的就是根深蒂固的习惯问题。咱们这不是印度呀，你不能把在恒河边上的随心所欲带到这儿来呀。而且我更憋屈是啥呢？我们国家找个工作都卷成啥样了？996、007，头发都快熬没了。我们的就业压力大不大？大。那我就不明白了，为啥要引进这么多跟咱们生活习惯八字不合的人来干嘛呢？来跟咱们抢饭碗吗？还是来丰富咱们的绿化带啊？哎，我知道啊，肯定有人要站出来。哎呀，你这格局小了，这叫经济全球化，这叫跨国合作，你懂不懂？我懂，我太懂了。你合作呢，你带来是高精尖技术，你带来是真金白银的投资，我们鼓掌欢迎。可你带来的是在公共水潭里洗澡，是在绿化带上方便。那我就要问了，这个合作是不是味儿太冲了？这个全球化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很多人觉得啊，一个两个无所谓啊。兄弟们，我跟你们说，今天你觉得是一个个别现象，你不管，明天它就是10个、100个。当这种事儿在咱们这儿变成了新常态了，哎，你还觉得这还是咱们那个干净、文明、有规矩的家吗？所以啊，这个事儿它不能光算经济账啊，你得算文化账，算社会账。那有句话说得好，文化的入侵不是真刀真枪的，是价值观的渗透。它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稀释你，把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明和规矩给它稀释了。最让我气不顺就是这个不平衡。我们自己人为了生活，为了规矩是拼死拼活，那边呢，哎，我们来了，门槛低的跟没有一样，这太不公平了呀，太让人憋屈了呀。我们不是不开放，也不是不包容，但是开放得有底线，我们起码得看看这个变化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活法。所以啊，这个事儿不能再和稀泥了，必须得提上日程了。这个事儿1件2件可能是个例，那3件5件10件8件呢？随着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好了，来中国的老外是越来越多了，印度的、欧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哪儿的都有。那人一多，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怎么管呢？怎么避免呢？怎么禁止呢？这个事不能再和稀泥了，必须提上日程了。这网上有高人就出主意了，说咱学新加坡呀。哎，我一听这个主意还不错。你没出过国，你也听过新加坡吧？罚款之都，乱扔垃圾罚，随地吐痰罚，上完厕所不冲罚，在地上喝水还是罚。那罚款的金额罚的你肉疼，罚的你下次想犯错手都哆嗦。结果是啥？结果就是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原来在自己的国家多不讲究，只要你一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你一下就变成了文明标兵，你自动就去找垃圾桶了呀，你自动就去冲厕所了。为啥呢？
怕罚呀？人家的规矩立在那儿，我管你是哪国人哦，美国总统来了，你也一样得遵守。我们能不能学学，也制定一套规矩？我不管你是哪国人啊，什么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到了咱们这地界啊，都得守咱的规矩。可是咱的国家太大，风俗习惯太多，没法搞那么细。那咱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开始啊？一视同仁。就这4个字啊，就拿庐山这仨印度人来说，追踪啊，你不是有监控吗？你不是有实名制吗？你顺着线索找到他们住的酒店，联系当地的派出所，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有没有写破坏公共设施、污染环境怎么罚？咱不额外为难你，但你也别想享受超国民待遇，不能一句哎呀他们不知道，哎呀文化差异就算了，那牌子是干啥吃的？不知道就不是你犯错的理由。朋友们，最后啊，我想说2句。咱现在都说啊，咱们国家现在强大了，咱正在强大，咱已经强大了。但真正的强大是啥呢？不是你这个高楼大厦盖了多少，不是你高铁跑得多快，是咱们自己啊，打心眼里正是咱们的强大，是咱的腰杆子能挺直了，是咱们的规矩能硬气了，是咱面对不文明行为的时候，不管他是谁，咱都能理直气壮的说一声：嘿，哥们儿，在中国你不能这么干。是时候啊，让敬畏心这3个字也成为国际友人来中国旅游的必修课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心里这个火啊也发的差不多了。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你觉得该怎么治这帮没素质的老外呢？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